相信很多人对于医院都是有着恐惧心理的，先不说自己得的是大病还是小病，只要住了院，就得听医生和护士的话，如果遇到态度好点的也就罢了，那即便是生病，心里也是非常温暖的。可万一遇到态度极其差，又或者对自己病情爱答不理的，那比起身体上的疼痛，心理上应该更煎熬吧。所以说，医生和护士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。问心还算是比较写实的医疗剧，主人公林毅就是个情绪暴躁的医生，即便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为了病人好，可有时候对人的气势看着很是后怕，有多少来问诊的病人都在背后悄悄议论林主任的态度，然而大家不得不找他看病，谁让林毅的技术比一般医生要高呢？不过后来林毅的态度也有所改变了，和蔼的模样倒是让病人有些打鼓了。比起医生，病人跟护士的相处时间才是最长的，尤其是在重症监护室的病人，每天要承受很大的身体折磨，家人还不能24小时陪伴在身边，心里有多无助是可以看得到的。而照顾他们的就是重症监护室的护士们，这里面一共有20几个床位，有时候缺人手，护士忙得连休息都变成了奢侈。人要是过于疲惫了，脾气多少会暴躁一些，可护士再怎么忙，再怎么累，也不该以这种借口去虐待病人。还记得韩笑吗？他是出了名的态度差，每次家属来探望的时候，如果没有按照医嘱给病人吃了不该吃的东西，韩笑不仅会立马收走，还会把家属给骂一顿。虽说他是为了病人好，但如此趾高气昂的模样，谁看了都会不舒服。因为家属的喂养，导致病人出现了大小便失禁的状况，作为护工的韩笑，工作量难免加重了。有时候刚坐下准备吃口饭，病人的失禁又会再次让他重回工作岗位，次数多了，韩笑的手下动作难免粗暴了些，甚至还把病人磕到了，那可是刚从手术台上捡回来的一条命，各项身体的恢复还没到稳定状态，他的态度万一给病人造成新的伤害，试问这后果谁来承担？所以说，要判断一家医院是好还是坏，护士的素质才是最关键的因素。既然他们选择了这条道路，就应该保持最基本的工作心态，无论面对如何麻烦的病人，都不能逞一时的口舌之快，粗暴的去对待病人。人家家属又不是软柿子，怎么可能任由他们拿捏？再说了，谁看到自己的亲人被护工如此对待，还能保持理智态度的？至于韩笑，洗白的方式也是很牵强的，只是用一段工作视频就能轻易抹去他对病人的伤害。说到底，医院最终对他的惩罚还是有些偏袒了，而且像这种脾气暴躁的医护工作者，的确是病人的悲哀。关键事后他丝毫没有后悔的意思，这不明摆着膈应人吗？怎么着，整个医院只有他是最辛苦的吗？